我突然有点好奇，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是这个过程是谁先主动追对方的，还是纯爱，还是就是自然而然接触的，就双向奔赴的？自然而然吧，自然双向奔赴，就是但是你要说一定一个先抛出那个信号的话，可能是我吧。所以你们是？但你不是一直要求我对外宣称是我追你吗？有面儿。你不是放下70%的面？怎么还有20%？30%？来，小牛现在赶紧说一个，说是我追的小赵，然后把它剪到最开头，剪到最开头。对，是我就是穷追不舍。哇塞，展开激烈的得到了一个惊天大瓜啊！你们两个流露出有一点羡慕的神。那你们会希望，那你们会希望是就是有人主动去追求你们，然后你们走入这段感情，还是你们更偏向于两个人自然而然互相吸引，走进一段感情呢？我很被动的，不然我会寡到现在。所以你是希望有一个纯爱战士来向你抛出橄榄枝，然后你恰巧也喜欢，然后接受这个橄榄枝，然后你们幸福的在一起，这是你比较理想的。好像一个童话故事啊，最后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算吧，差不多吧。那我觉得我可能也是会更希望有就双向奔赴的这个过程。对，那但是总有一个人得先抛出那个信号来。但是大部分时间是两个人双向了。对啊，那就很像就是你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你问就是要不要在一起，我觉得也是一个勇气。对，就是我觉得至少都觉得差不多了啊，就是该到的人家都能点头了，我觉得这种是可以的。那我突然想到，就好像你之前刷到过，就是一个男子什么跨城去找自己女朋友，然后发现自己被绿了，然后大家下面就在调侃他，就说什么纯爱战士什么的。那你们会对纯爱战士有什么看法吗？就是对这种人，你们会怎么看呢？很难。其实如果带入他的话，其实很能共情，而且会觉得很伤心。就是因为首先自己为这段感情付出了这么多的情感和爱，却得到了一个不好的结果，我觉得这不是我应该得到的，这其实是对感情真诚的人的一种不公正。对，我觉得在我看来是这样子的。我感觉博士说的就是很对，因为我自己个人也会经常会在网上刷到那种就是对于这种纯爱战士的调侃，就是调侃他，就是我觉得不太可能，我自己个人情感上不太能接受这种调侃，因为我觉得真诚不该被辜负。我首先觉得真诚不该被辜负，其次我觉得就是调侃别人纯爱和调侃别人在谈恋爱中为什么如此真诚的这种人，他们真的有勇气可以好好的进行一段恋爱吗？或者说他们真的有能力可以好好的进行一段恋爱吗？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很好的去爱人，我可以很好的感受到别人爱我，我为爱投入我可以投入的全部，我觉得这是我的天赋，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天赋的，所以我其实不太能理解网上对于那种对爱情很认真的人，反而会跟他们讲什么类似于一些让人听了觉得很尴尬的话，我觉得不太好。他遇到了一个就是家境很好的一个男生，她是一个女生啊，她遇到了一个家境很好的男生，然后他们可能就是经济实力悬殊过大，但是他们现在在学生阶段可能就是模糊了这种界定和感觉，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的话，他们肯定是会有压力的。所以你们是如何看待就比如说经济实力悬殊过大或者是家境悬殊过大的人谈恋爱呢？那你们会觉得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这种两个人能够谈恋爱吗？坦白讲，我不太能接受悬差非常大，就我也不太能接受，我也不希望对方比我富有很多，当然我也不可以让对方比我差很多，也不能扶贫是吧？对，就是当然我说实话，虽然很直白，但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扶贫，我也不需要别人来扶我，就我也不会扶别人，我也不需要别人扶我。我觉得经济，我觉得是至少要在一个差不多的标准上，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可能比方说，比较拮据或者说的这样的家庭，可能你们的消费观会不一样。就是你可能会影响到日常的一些选择，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一想去吃漂亮饭，我觉得吃漂亮饭让我心情很好，但是他们就会觉得，吃漂亮饭没必要，对，又不好吃，或者吃一顿就没了，早晚也是消化了，为啥非要去吃呢？
我觉得会产生很多这方面的分争，歧，对，对，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分歧，所以我可能就直接会选择一个我们两个是差不多的，是这样的人。可能你们一开始即使很相爱，但是会因为日常的这些琐碎，因为你们价值对观不同或者消费观不同，而产生很多的分歧，而影响到你们之间的感情。是这样对的。那你会选择门当户对吗？我觉得虽然门当户对这个词已经产生很早了，但我觉得它到现在仍然适用。它不一定是指就是一定要就是我们两个差不多一模一样，就是只要是差不多上下浮动，我觉得都是 OK 的，没有限定的就是要那么死。就比如说我家里有100万，我就一定要只能找100万左右的，就类似于这种。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个朋友，你又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身边的朋友，然后我经常就问他择偶标准是什么，他说有米儿。OK，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很务实啊，很现实，正常其实很现实，对对，是这样子的。哎，但其实我就是实话说，我可以接受比我低一点的，但是其实我不能接受比我高一点的。其实你会觉得有压力是吗？对，就那你其实还蛮大男子主义的，在我看来。我挺大男子主义，实话实说，但我可以接受甚至低很多的都 OK。就是，但是其实说实话，确实是有一种，就是像他说的那种问题，就是可能说，我可能假设我现在非常有钱，我可能吃顿饭花我200万美金，什么东西啊？夸张一点说嘛。但是他可能会就觉得我吃这顿饭没有必要，然后可能我们就会有更多没有必要的争吵什么的。但其实确实我也是，我觉得门当户对其实也很有必要的。只不过我是在门当户对的时候，对我来说，我可以接受比我比较稍微低或者是低很多的一些。我之前看了一个追星的视频，就是一个女生在那个韩国追她的欧巴，然后就是有记者采访她，她说你喜欢这个谁谁谁吗？她说啊我好喜欢。她说那你愿意和他结婚吗？她说哦那还没到那种程度，就是可能我觉得也代表了一种00后对于谈恋爱的一种想法吧。那你们就是在选择和彼此谈恋爱前，就是会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或者是顾虑，或者是观点吗？就是你们选择彼此顾虑是吗？其实我觉得唯一的顾虑的话，可能也就是距离上的顾虑吧，因为知道我们的朋友都知道，可能一个来自江苏，一个来自山东，很近啊，山东但是很近，但是也是就说白了，虽然近，但是也是有点距离的。你就别说这个距离，就像可能我住这个小区和住那个小区之间都有点距离那种感觉。但是而且尤其是像那就是刚谈恋爱的小情侣在一起，肯定会非常的腻歪，一分一分，更别说再跨一个城市之类的。但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说也还好，因为毕竟就是我们的生活中不只有恋爱，还有包括一些工作自己要处理的事情啊，或者说自己对未来的发展之类的，总有些事情来填补这段就是因为距离所产生的这种寂寞吧，可能说是空虚感。你只是一个填补寂寞的人。你看他就会煽风点火，你看他就会煽风点火，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都得。哎，那就是说的，那你跟他在谈走了，那你在谈恋爱期间就是会 all in 自己的所有吗？包括情感或者是其他，全心付出。对，那当然，我会 all in 自己的情感，但是可能我没有办法完全把所有的生活全部都投入到感情里面去。你就是需要自己的空间。我觉得我是需要的。其实说到空间，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恋爱模式，就是边界感恋爱。我觉得恋爱还是需要一点边界感。我个人也是认为。那你们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就是会明确的告诉对方，哎，我的边界是什么吗？就比如说，我的手机你是完全不能看的，或者你不可以查我的手机，你们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吗？就不会有一个很正式的谈话，说我们今天来确定一下哪些事情是我的边界，就不会有一个这样的谈话。但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聊到这种问题，然后就会讲一下，就说我觉得谈恋爱就是没必要看手机啊什么的，可能就会用这种不太正式的方式去表达一下。小庄呢？其实我也很赞同他的观点因为就是你要说让我立个条条框框来说，给你，反而会让觉得我好像有什么奇怪的，那我就对像跟他合约对，就是你要突然在一起坐在一块儿，后来我打了几封
文件，这是我的底线，哦，这就很奇怪。就是你们其实是有彼此的原则和边界感，但是不会明面上来说，但是这些是隐形存在的。